這次來南大門市場啊，我想要去看凡凡的童裝，因為據說南大門市場這邊的童裝非常有名，它有一個南大門的那個童裝一條街。然後我要來吃白帶魚，嘿，超級好吃白帶魚。而且聽說南大门這邊好像有很多小吃，我們就帶大家進去看一看哦 ，Go！南大門呢，就位在地鐵站會賢站的5號出口，一出來呢，你就是南大门的入口了。所以我覺得，如果搭地鐵過來是非常方便的。對了，跟大家提醒，因為我們每次旅遊的时候啊，都會很多人問我們說要在哪裡換錢。剛剛我們來南大門這裡啊，發現這裡匯率超級好，不知道是不是浮動匯率啊？因為我們昨天在其他地方換的錢匯率就沒有相對那麼漂亮。剛剛一下來啊，就發現南大門這邊非常多的換錢所，所以如果你們想要來換錢，又想要來逛南大門的話，這裡還不錯。這一間呢，就是南大門這邊非常有名的肉包店，而且他們家只賣2種口味，一種是原味，一种是泡菜的，裡面的價格都在旁邊這裡。他的意思是5顆6000塊，對，他就是一次就要買5顆，但是5顆可以混合不同口味。你看生意有多好，你看生意有多好，而且就賣这种2种口味而已哦。他又跑去买咖啡了。來南大門之後啊，我們發現這裡很少有連鎖飲料店，都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在地的那種咖啡小店。好像是屬於比較那種傳統商圈啊。今天決定再也不能喝桃子咖啡了。他昨天已經喝了2杯桃子冰茶咖啡，後來已經喝了4杯了，太誇張了！哎，沒有喝其他東西，一直都喝重複的東西。但是桃子咖啡真的好好喝哦。哦，跟大家提醒哦，這邊南大門啊，雖然說有一些用餐的地方，它是可以刷信用卡的，不過像我們買這種飲料店啊，它是沒有辦法用信用卡，只能用現金，所以你們來南大門就要把現金帶好，又或者來這邊換錢也是蠻方便的。來，口渴了，喝一下。韓國咖啡都很好喝。說真的是哎，無雷啦。總之，我們今天點的拿鐵也是好喝的。哎，我真的覺得那邊這個大包子真的是他們的傳統，南大門這邊的傳統特色料理哎。因為你看哦，他們幾乎每一家啊都有賣這種包子，而且他們家的包子啊，他們的南大門的包子有個特色，它的包子都是會在皮裡面透出顏色。你有沒有發現？白裡透紅？不是啦，透出肉汁啊！它的肉汁都會滲在那個皮外面這樣子。天哪，我們抵達童裝街了！天哪，這個也太可愛了吧！我的媽！圍兜兜。對呀，超可愛的。凡凡用的圍兜兜。是啊，我覺得是凡凡如果圍在這裡應該蠻可愛的。太可愛了！天哪，我已經有點整個都想包起來了。天哪，我剛剛發現這件衣服也太可愛了吧！大家經過的時候，其實就可以看一下你想要買的風格，因為門口大部分看得出來，他這一家走的是什麼風格。像這一間可能就是走那種韓系小女生的味道。旁邊呢，就是專門在賣那種睡衣啊，小朋友睡衣的，也是非常的可愛。我們決定進去看一下。我們走進來，這一個是辣白帶魚一條街，這裡呢好像很多家都有賣那個辣白帶魚。然後你看他們呢都會這樣跑在這邊。你看他們的那個菜肴就是這樣。這間嗎？好啊，那我們就吃這一間。哦，看起來超好吃哦。你看，他們就是會這樣一鍋一鍋煮起來，辣白帶魚，然後附蒸蛋湯，感覺這間很好吃。我們進來這間店呢，這間店呢也是在網絡上面，我看大家評論非常好的一間在地傳統的燉白帶魚的店。這一間店呢，它的菜單依舊是非常簡單。我發現韓國這邊傳統的店家菜單就是這麼簡單。進來他會問你說啊，你要燉的還是烤的？我們就是一個人點燉白帶魚，一個人點綜合烤魚。它的綜合烤魚啊，裡面有3種魚，我目前看就是秋刀魚，然後蝶魚還是什麼？應該仿魚還是蝶魚之類的。對，然後還有一條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魚，反正就是有3種魚組成的。剛剛呢，我想說，哎，不是3種嗎？結果那個姐姐啊，姐姐就講說，
這個煎白帶魚是送的沙必薯，沙必薯，這邊很喜歡沙必薯，裡面還有一個沙必薯的東西，就是雞蛋羹。這個雞蛋羹也是附的。剛剛我們還偷偷看了一下隔壁桌，白飯可以免費續哦。看起來太好吃了吧？而且它還有附一大片的海苔，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包飯吃吧。可是它的海苔很妙哎，它海苔是這樣，是一整片的，跟我們那種大的包壽司的海苔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在想說它是不是包飯吃的，或者是撕來吃？它沒有詳細的說明啊。這間的姐姐是會基礎中文的，所以你們點餐也不是什麼障礙。看起來超好吃的。我們剛剛一走到店門口的時候啊，其實這一整街都是在賣燉白帶魚的。這一條街上啊，你走過來就會發現每一個爐子都在烘完就是這種鐵鍋，一個鐵鍋，然後裡面燉了好幾隻那種紅彤彤的白帶魚，這樣不會燙？它已經不燙了。可以分我吃一隻嗎？可以啊，我分你吃一隻。它是一隻非常完整的一隻，而且有辣哦。我刚刚有偷舔了一下。剛走進來的路上啊，每一桌那個一碗裡面都是刺，所以我一度有覺得很worry，我不太會啃刺這件事。但是我是白帶魚專家，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情，不要把衣服噴的都是，因為這間的醬汁非常之紅。他們家也沒有提供什麼圍裙啊，所以如果來吃的話，你们就真的要離桌子遠一點，小心一點，或者是不要穿白色的。吃白帶魚的快樂就是在於啃刺。啃刺嗎？我來剝一塊起來看看，這口味真的是重到你要搭飯吃，因為它真的還蠻辣的。你們一定要搭一口白飯這樣直接吃下去。我覺得你那個比較好吃。你說我這個嗎？我覺得炸魚比較沒味道。你看哦，它的炸魚就是這樣，無實無華，真的就是我們在高雄自己煎的白帶魚。它不是用煎的，我剛剛看它是用烤爐烤的，對不对？那應該是烤白帶魚，跟烤一些相關的魚種這樣。這個好吃，因為它本身其實基本上是沒什麼調味的，就靠魚本身的海味跟鹹味。白帶魚比較好吃哎，比前的那一盤啊，烤魚，它基本上調味是一模一樣的，就是單純吃魚的味道。所以如果你吃到後面了，你會覺得稍顯有點膩一點，口味完全是一模一樣的，就只有那個魚的彈性吃起來不一樣。不過如果2個人來，我還是比較建議一個人點燉的，一個人點烤的，可以交互吃。然後如果你烤魚吃膩了，不要擔心，你就直接把烤魚的肉啊，這樣沾它的醬汁吃。要小心吃哦。這樣就很好吃，你搭着吃，原來是要這樣吃，或是搭泡菜啊。對，當你烤魚吃膩的時候，你就把它的魚肉沾這個醬汁，超對味的。旁邊呢，一樣會附傳統的小菜，就是泡菜、醃蘿蔔，還有很常見。我覺得來韓國之後啊，豆芽菜變得超常見，你就可以搭着吃。跟白帶魚啊，好像是南大門這邊的特色料理，所以如果你有來南大門，想要來看衣服童裝的話，你就可以順路進來這一條街吃這個燉白帶魚。我覺得蠻好吃的，我會蠻推薦來吃。我不太知道它這個海苔的吃法，但是我憑我自己的直覺，我把它撕一片海苔起來，再加上剛剛的白帶魚肉片，還有它附的泡菜。反正不管怎麼樣啦，每一餐來韓國吃啊，泡菜搭起來，白飯搭起來，海苔搭起來，再加上它的主餐，這個白帶魚煎白帶魚肉，好吃，這樣好吃。你這樣子很難不好吃，說實在。我覺得這個就很像他們自製的飯卷啊，你裡面加泡菜，然後加魚肉，你如果喜歡的話，再加一點燉白帶魚的那個湯汁，哇，美味，超級美味的。雖然以目前的真正韓國人可能會說不是這樣吃啊，但是我跟你說，旅遊就是這樣，旅遊就是搭我們自己喜歡的吃法，這樣吃起來맛있어요，好好吃哦。來的話，你們真的可以吃吃看，我覺得這個是他們傳統料理裡面我還蠻喜歡的，應該會蠻符合台灣人的胃口啊，好吃。在離開韓國的最後一天呢，我們來了聖水站，因為聖水站這邊有非常多的麵包店，是我自己很想要來的一個行程。我剛剛一下車的時候就看到這裡，來給大家看一下，上面好多妹啊在這邊追星哦。但是呢，我是老妹啊，你知道老妹啊是沒有在追星的。那個一排是怎麼回事啊？大家有看嗎？那一排妹妹全部都是在看後面這個海報哦。這是一個很潮流的站，我覺得聖水站這邊呢有非常多的潮牌，跟我最喜歡吃的麵包。補充一下我們的潮流元素。對啊，不然我們前幾天一直在吃燒肉，這樣好像也不太對。
我們今天呢要來找一間吃早午餐，所以我就要現在先去排隊。就是這一間，你看它有多美！我的媽呀，我要瘋了，真的是。它的招牌啊，就是這個，就是一個麵包 ，Standard Bread， 這裡。然後他們家有名的就是這種方塊吐司，還有鐵板的吐司。我已經聞到很濃郁的麵包香氣了，我要瘋了！天哪！剛發現他們這邊都有中文菜單，飲料在這一區，然後有名的就是這個焦糖奶油法式吐司，還有這個新出的抹茶巧克力法式吐司，這兩個鐵板吐司。那如果你們要吃其他類的吐司啊，其實這邊櫃檯就都有了，你們就可以直接這邊櫃檯點。我們剛刚進來之後啊，櫃檯的店員跟我們講說，他們只要有 Google 評論，你就可以送一個小禮物，所以我剛剛就去換了。是什麼啊？我覺得很像我們花蓮的那個什麼酥條的那個，哎，奶油酥條，類似那樣的感覺。他剛拿給我，以為是相框哎，因為硬的跟什麼似的，好有趣哦！竟然是送這個，你們來的可以換一下，我覺得蠻有趣的。然後許先生呢點了一杯拿鐵。先跟大家說，這間店呢非常貼心，它不像台灣的店，因為台灣的店就是基本上就一人一杯飲料，但是這邊呢不用，它就是你自己點餐點入座就可以了。而且我們今天是平日來啊，店裡面還是滿，有夠滿的。我可以想象這個假日一定超級誇張。它其實有戶外區，我覺得它戶外区超漂亮，我們等一下一起去外面給大家看一下。你知道它的戶外區有河嗎？我家門前有小河。我們剛剛點了一個它的最招牌的那個焦糖吐司，他剛桌面上大概有20-30個在排隊。他有說是不是要20分鐘啊？30分鐘，因為那個都是鐵板現烤的，而且前面每一桌基本上都點一個，所以我們要等一下這樣子。但是我個人私心呢，如果現在是跟小姐妹來的話，我就會想要再點一個抹茶巧克力，因為我剛剛看他們只要4個女生來啊，都會點2份那個鐵板吐司，不過我們只有2個人。然後我等一下還要帶大家去吃另外一間，哇，你真的是整個完全沒有興致哎，還給我打哈欠，真的是蠻沒水準的。而且他們的店員英文都超好，我真的是不得不誇一下。你知道剛剛我去拿號碼牌去領餐的時候啊，他特意等到我到，因為他知道我想要拍照，他才淋那個奶油下去。他應該是標準程序啊。真的很讚，這邊應該就是要讓大家拍照的，非常有情緒價值的一間店。你們要小心，它這個鐵板很燙，非常的燙，所以盡量就不要摸到它邊緣。而且它剛剛附了一個莓果醬跟一個蜂蜜醬，你知道它現在邊緣啊那個地方已經有一點焦香了，而且它吐司基本上是有先煎過，所以四周都有那種焦糖的感覺。天哪，這一口！你知道我剛剛切下去的時候啊，它非常的柔軟，它的吐司裡面基本上就是軟綿綿的，跟棉花糖一樣。它邊緣的部分啊，是因為有煎過，所以它切下去的時候，你會感覺到它的酥脆。甜度比我想象中的低蠻多的。剛剛有淋上蜂蜜，可是它的甜度，我現在吃，我覺得大概6-7分甜而已，蠻好吃的。而且它邊邊的這個啊，你覺得它旁邊這個醬是什麼？我不知道，但蠻好吃的，有點像烤布雷的那種醬。它邊緣的那個地方，有點像是布丁層，只是沒有那個焦糖味而已。啊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它這個吐司啊，非常的熱，你一咬下去的時候，因為麵包體非常柔軟，咬下去的時候，那個熱氣會直接從麵包那個縫隙這樣出來。你剛剛有吃到邊緣的地方啊？它邊緣的地方其實有一點焦脆的感覺。那就是法式吐司啊，加上那個蜂蜜，所以它有那個蛋香跟那個焦糖的香味。我覺得它有點類似那種布丁吐司，每一個毛孔，它麵包體的每一個毛孔啊，全部都吸滿了它那個蛋液，非常好吃。不過它這個其實不便宜，我記得它是好像快接近51000，大概200多塊台幣左右，250左右。对，如果以台灣的吐司來說，我覺得它不算到真的很平價。
不過情緒價值無敵啊！它這邊景色真的蠻漂亮，整個布置也很漂亮。它裡面是這種就是叫莓果顆粒的莓果醬，酸酸甜甜的。如果你是想要中间換一下口味，因為畢竟一個人吃一個可能會太多，那你中間想要換一點酸的口味，我覺得沾這個莓果醬感覺也不錯。他們家其實有非常多的蘸醬，我最印象深刻的好像是有開心果乳酪類似的醬。你們如果買吐司啊，就可以點它的蘸醬，它的是应該也都很厲害。這間麵包店的外面啊，好蠢哦，長得太高了。這間店的外面啊是這樣子的，有點偏小日系的感覺，這邊都是對，這邊都是後位區，所以如果你們來啊要等位置的話，就可以在外面這邊愜意。這裡是戶外用餐區，你站在那裡不行啊，會把這裡毀了。它這裡明明就是這麼漂亮的一個場地，它這裡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場地，但有個怪人。如果你們冬天來啊，可能不是那麼熱的時候，坐戶外這一區應該會蠻愜意的。裡面是冷氣蠻涼的啦，外面就是漂亮的景嘍。這間麵包店提供給你們，我蠻喜歡的。哇哇哇，人真的超級無敵多哎！然後我們現在是要去吃聖水這邊非常有名的馬鈴薯豬蹄湯，因為許先生的願望呢，就是在離開韓國之前，還是要再吃一頓馬鈴薯豬蹄湯。啊，對面那個，給大家看，對面那個就是韓爭鮮他們這邊非常有名的那種水果麻薯哦，呀，很多人來這邊都會吃，你們到了是不是？對啊。哦，這個外面是排隊的人嗎？是。我要嚇死了，原來在韓爭鮮的正對面就是我們要吃的馬鈴薯豬蹄湯。在聖水站，我們又吃豬骨雞湯了。這間呢，聖水馬鈴薯豬蹄湯啊，它真的是韓國非常有名的店。大部分的人講到豬蹄湯啊，好像通通都會提到聖水這一間，而且這一間呢是24小時營業。我們今天是平日來啊，外面排好多人。一進來啊，因為姨母的中文真的非常好，她直接說2個人裡面請，然後告訴我們說2個人點小鍋的就可以了。他們家1個人也可以用餐，因為它有1人份的，所以你們也不用擔心1個人來吃，他就是點1人份的套餐。那如果你是2個人，就會建議你點小鍋的。當然多人，你就鍋子會越來越大這樣。湯還沒有上之前，小菜一樣照慣例先給它擺起來，就是大概會有泡菜啊，這個菜頭，還有青陽辣椒跟小黃瓜。這個根本就是他們的小菜3件套，你知道嗎？大部分都是看到這些啦。那還會再附一個醬料，1個人1個醬料。每一家的豬蹄湯好像附的醬料都不太一樣，有點是他們自己配方的感覺。你已經在吃肉了，是不是？其實我覺得我們之前吃的那間比較好吃。你說我們在那是哪裡啊？弘大那邊哦。應該說每一家的特色不太一樣。我們去吃弘大那一間呢，它就是骨頭馬上就會化掉了，它是肉非常的軟嫩，而且肉很大塊，你這樣輕輕一撥它就起來了。那這一間呢，它相對肉會比較分散，它就比較真的像排骨。我覺得它有點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生意太好，那排骨好像沒有燉爛就上來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，它沒有办法馬上脫骨。對，我刚剛不知道是不是這樣。我剛剛用筷子在拔的时候啊，你看它不是那種很輕易就可以拔起来的，而且它的肉也不像那一間，因為那一間是整個很透的肉，那這間它是肉有點鑲嵌在骨頭上面那種感覺。那骨頭真的是有夠無敵大的，然後肉都是鑲嵌在那個排骨肋排上面這樣子，所以你就直接把它剝起来吃，好看哦。我覺得它的排骨就是比較柴一點，然後又沒有那麼入味。我跟你說，我發現訣竅，你要先吃下面的，上面的我覺得沒有那麼熱。我剛剛故意先挑下面的，你如果先挑下面的啊，它下面的肉是軟嫩的，我吃起來是軟嫩的，雖然說它可能沒有我們前一間吃的這麼軟嫩。我們前一間那一間吃的肉啊，它真的是會端那種感覺。那這一間你會覺得它就是排骨，它真的就是排骨肉這樣。還有人說這一間的湯底啊，這一間湯底比較濃郁，我來吃一下。他也沒有問我們小辣、大辣、中辣，反正進來他就直接幫你點好，統一味道。
嗯，是不是好像也比较还好一點？有點淡呢，不知道為什麼有點淡呢。我覺得是鹹，但是沒有那個豬的香味。嗯，我再吃一口，我要試驗一下。湯頭絕對是我們第一間的豬蹄湯參。這一間的湯頭呢，就很像高湯，它沒有它的豬骨的那個特色的味道。我也這樣覺得。如果你不是愛味道太重的話，你可能會喜歡他們家的豬蹄湯，因為它口味相對比較清淡一些些。我覺得是生意太好了，所以它那個湯應該來不及燉出來，來不及讓它都維持在最好的狀態。其實我覺得它馬鈴薯蠻好吃的，可是它的馬鈴薯是屬於就是真的清蒸，還沒有把湯底融進去的。沒有，它可能要再煮久一點。它的裡面的材料都沒有融合在一起，就是肉是肉，湯是湯，馬鈴薯是馬鈴薯，好像各自為家的那種感覺。然後另外一間我最喜歡的這個芝麻葉還是什麼的，反正就是他們有一種蔬菜會融在豬蹄湯裡面，那一家也神好吃。不得不說有比較，真的有落差。有比较有落差，我們大概知道說哪一間會比較符合你的味道，而且另外一間呢，它是有一點辣的湯頭，但這一間完全沒有，它就是紅彤彤的，可是一點都不辣，不知道為什麼。這事實證明了網紅店全世界都一樣。我相信它原本一定也是好吃的，但是因為生意現在真的太好了，它可能速度已經來不及跟上客人的那個來的速度了。完蛋了，这一间如果聖水這一間豬蹄湯啊，如果是要排隊要等，我應該不會吃，因為我沒有到特別印象深刻。我反而覺得我們我們之前吃的那一間更好吃，那一間非常推薦給你們，而且那一間不用排隊，重點是營務人也非常好，點餐也沒有什麼障礙，那一間我蠻喜歡的，推薦第一間給你們。這一間就是如果你在聖水那邊突然想要吃豬蹄骨湯的話，可以來。那我們等一下吃一吃，準備要去機場嘍。我跟你講，我其實來韓國還有一個小願望。你看這個啊，是我之前在明洞上那邊有一個漫畫街，漫畫街那邊就是會有這種四眼像，卡通的四眼像，然後他就會麻煩你拿照片，或者是你兩個人就坐在對面，坐在畫師的對面給他畫這樣子。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直接畫我們的全家福他除了人像之外，因為他都是那種卡通樣貌的四眼像，然後他還可以畫寵物。就你如果拿照片來，他也可以幫你畫。然後兩個人就要坐在這樣子，坐在正前面，給畫師畫掉。我們剛剛給他寶寶的照片，寶寶照片就可以畫。然後我們是總共我跟許先生，然後還有寶宝，總共是3個人，所以就是韓幣2萬。然後他們呢，畫得非常快，他們用照片其實基本上輪廓就可以描繪出來了。那如果你喜歡的話，你也可以用一些相框的方式。那這邊也有賣一些明信片，所以如果你們來喜歡他的畫風的話，你们也可以哦。如果是他们发了他们的 IG 的話，就可以送你一張明信片或貼紙作為禮物。好可愛哦！我們的寶寶。太可愛了！我覺得寶寶的神韻花，我們給他們看對照，我拿哪一張？來這邊給大家對照一下。我們的寶寶這次沒有來的，我是拿這一張。我在聖水站買了2個大可頌，這間可頌真的一定要去買。但是呢，我剛剛風塵僕了，把它帶到金浦機場來吃。因為呢，這間店它是沒有內用區的，所以你們就買了之後，可能就要找地方吃，又或者是像我一樣想要把它帶出境，就是這樣。頻道的宗旨就是要吃到旅程的最後一刻。是的，我的結束 ending， 我的韓國 ending 就是要用麵包來結尾。上一次完全沒有吃到麵包，讓我很心痛，而且很生氣，所以這一次呢，我就吃好吃滿，吃開心給大家看。酷！在他們家呢，必點的就是這個開心果可頌。這個開心果可頌呢，我看每個人吃都是這樣，砰，爆餡爆出來。它這一顆真的很大顆，以價錢來說，我覺得不算貴。它表面呢會有非常多的開心果果肉顆粒。這間麵包店主打的就是酸種麵包，除了酸種麵包之外，他們的可頌也非常有名。那可頌紋理就是一層一層的做的超級漂亮。不過我目前還沒有吃到內餡，怎麼回事？
再給他一次機會。剛剛第一口啊，雖然我沒有吃到內餡，不過它一咬下去，那開心果味道就是直衝你腦門呢。它很開，超級開。你在吃的時候，上面這個顆粒啊是脆口的，脆口的開心果那個顆粒感很脆，再加上它的酥皮，我雖然已經把它放到有點久了，所以它沒有那麼酥，不過我感覺得到，如果我是剛剛在店裡面直接吃的話，它的層次做得非常好，而且它的可頌奶油香氣很讚，它的奶油味很濃郁，所以你一咬下去啊，你就會感受到那個奶油的香氣。接着開心果就來了，開心果就是這樣一直敲你腦門，好好吃。我現在很想敲你腦門。我現在看到這種流狀物，然後這種顏色，我就會想到我兒子。我好久沒看到我兒子。不要形容這個，它的開心果奶油很香，很好吃，甜度大概6、7分，不會到太甜。這一顆我一個人就可以下掉，完全沒有問題。這個好適合帶來機場吃哦，因為金浦機場這邊其實沒有什麼賣吃的，而且麵包店也很少，所以如果你們要吃麵包的話，你可以在市區買來帶來這邊吃。但他們家的酥皮建議你出了他們店門口就趕快吃，是最好吃的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哦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我們下次見哦。我還是喜歡拿起來吃的，我覺得拿起来吃比較容易吞骨。打卡打卡打卡！我有到這間麵包店了 ，Take 麵包王。诡異亞洲麵包女子。Surprise！